1个月杀1个人，3具尸体，70多块碎肉，全部丢进同一条河。73岁的老人在佛像和亲人遗像的注视下，用切牛排的刀把3个与他相识多年的女人变成了满腔的血迹。他骑着单车去弃尸，车筐里却挂着3张平安符。杀人之后，他也害怕。警方在他的手机里找到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张 A4 纸，上面列着几个女人的名字，3个名字后面已经打了勾，还有一个名字旁边被人用笔重重地圈了3遍，圈了3遍的数字是0207，那是下一个人的死期。如果警方晚2天行动，那张名单上还会多一个冤魂。大家好，欢迎来到悬案第一现场，我是路易斯。2025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6上午10点，台湾高雄市男子分局走进来一个身色焦急的中年男子，他叫赵林军，是来报案的，他的母亲不见了。赵林富71岁，前一天下午5点多骑着深蓝色的机车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手机打不通，亲友问遍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出门的时候，后座还载着一个男人。赵林富的儿子告诉警方，那个男的我认识，叫张介宗，73岁，是我妈在公园打牌认识的朋友。他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母亲出门前接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就是张介宗，约他去家里坐一坐。失踪协查在春节期间并不罕见，很多老人走亲访友，偶尔会在朋友家住一晚，但赵林富的儿子坚持认为不对劲儿，母亲从来没有这样不打招呼就彻夜不归。警方调出了路口的监控录像，画面里赵林富骑着车，后座载着一个穿深色外套的老人，两人看起来有说有笑。监控时间显示2月2日下午5点15分，他们进入了前镇区的一条小巷，那里是张介宗的住处。赵林富走进去之后再也没有出来，监控没有拍到他离开的画面。2月3日下午，警方调阅了张介宗住处周边的所有监控，他们看到了一个诡异的画面。2月3日凌晨6点10分，张介宗第一次出现在画面里，他推着一辆脚踏车，车筐里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他骑车沿着前镇河方向去了，大约5分钟后返回，车筐里的袋子空了。6点40分，他第2次出门，这次换了一个白色塑料袋。7点15分，第3次；8点整，第4次。从清晨6点到上午10点，整整4个小时里，张介宗12次进出自己的家门，其中5次他拎着塑料袋骑车出门，沿着前镇河骑行一段距离后返回，出门时袋子是满的，回来时袋子空了。他在扔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分12次？警方心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猜测，但谁也不敢说出口。2月5日晚上8点50分，警方持拘票和搜索票敲开了张介宗的门。73岁的张介宗开门时很平静，甚至有点木然。警方出示证件，告诉他涉嫌与赵林富失踪案有关，需要他配合调查。他没有反抗，也没有多问，只是点了点头。鉴识小组随后进入那间公寓，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客厅里摆着一个神坛，上面供着几尊佛像和观音像，还有家人的遗像。香炉里的香灰清理得很干净，佛像前贡品摆放整齐，门口鞋柜上摆着咬钱蟾蜍、春铜招财眼镜蛇、水晶骏马等招财物品，这些据说可以防止受害者回来索命的物品，让在场警察不寒而栗。但鉴识人员刚一进门，就闻到了空气中残留的被清洗剂掩盖过的血腥味，那股味道很淡，但对常年接触现场的人来说，他藏不住。他们拿出光源探测器，开始逐寸扫描。主卧室在紫光照射下，墙面、床板、墙角、地板到处是蓝紫色的荧光斑点，那是血迹反应，而且不是零星的血迹，是喷溅状的，呈放射状散布在墙上，有些地方有明显的擦拭痕迹。浴室在排水孔周围同样检测出血迹反应，有人曾经在这里冲洗过什么东西，大量的水冲进下水道，但血迹残留在管道内壁上。鉴识人员心里已经明白了7、8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所有人头皮发麻。血迹样本被紧急送检，2月6日晚 DNA 比对结果陆续出炉。第一组 DNA 来自赵林富，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是第二组 DNA 比对上了另一个人，75岁的张姓妇人，家住在左营区，2025年1月17日被家人通报失踪。第三组 DNA 比对上了张介宗的亲大嫂，75岁的黄姓妇人。黄妇早在2024年12月15日就被住在习址的儿子通报失踪，失踪时间长达2个月。3组不同的女性 DNA 在同一间公寓里被发现，这意味着什么？专案小组顿时头皮发麻。原本只是一起失踪协查案，现在变成了连环杀人分尸案。他们立即调出失踪人口档案，开始回溯时间线。黄姓大嫂，2024年11月29日中午12点10分，监控拍到黄妇手持雨伞和一袋食物，独自走进那条小巷，走向张介宗的住处，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画面里。张姓妇人，2025年1月17日，监控拍到他在三民公园与张介宗碰面，随后两人一起返回前镇区的公寓，当天下午进入后再无外出。赵林妇人，2025年2月2日下午5点多，骑车进入张介宗的住处，再未离开。3个女人在不同的时间走进同一扇门，进去之后都再也没有出来。而那个门的男主人在他们失踪后都做了一件事，出门扔东西。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诡异的细节浮出水面。专案小组发现，张介宗其实早就开始为自己的罪行铺后路。黄姓大嫂失踪后没多久，张介宗曾主动找上警方，声称自己有大嫂家的钥匙，但打不开门，担心大嫂安危，请求警方陪他去查看。他表现得像一个关心家人的好小叔，对大嫂的行踪毫无知情。这是典型的自导自演。在凶手试图掩盖罪行时，往往会主动参与寻找，以此洗脱嫌疑。张姓妇人遇害后，张介宗拿走了他的敬老卡，在接下来的10几天里，他拿着这张卡搭乘捷运，乘坐渡轮。敬老卡上有张父的照片，每次刷卡都会显示他的名字。他是在制造假象，让监控拍到张父还在活动的画面。赵林富遇害后，他做了同样的事，拿起赵林富的手机拨打电话，伪造他还活着的假象。如果不是赵林富的儿子报警及时，如果让张介宗有更多的时间处理证据，这3起失踪案可能永远不会被联系起来。2月6日，在确认血迹属于3名失踪女性后，警方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搜索的重点自然是监控中张介宗多次骑车前往的千正河第5船区一带。2月6日夜间，打捞工作刚开始不久，就有重大发现。鉴识人员在第5船区靠近金拱桥的水域打捞起一只右手掌，那只手掌的断面切割痕迹清晰可辨。送检后确认属于赵林富。2月7日，打捞继续，专案小组冒着寒流来袭的低温，持续在第5船区往高雄港方向的千正河内搜索。当天又寻获了多块人体组织，包括皮肤、内脏等，数量约7、8块。这些尸块已经开始浮肿，切割面不规则，增加了辨识的难度。2月8日，打捞进入了第3天，专案小组出动约30名警力，乘坐橡皮艇，用打捞网在水面作业。由于千正河淤泥又多又深，水下视线极差，警方只能扩大搜索范围。当天上午，他们在金孔桥靠近国宅的100米处又找到一块人皮组织。随后在25号及26号码头船坞附近一口气打捞到约10块大小不一的人体组织，这些尸块累计已达11块。警方推测遗骸已漂流约1公里，不排除部分被冲向外海。2月10日，警方借提张介宗重回住处模拟分尸现场。与此同时，
打捞人员在千城河到高雄港一带水域寻获了疑似鼻子的人体组织。邻居此前曾反映，张介宗家中传出过剁菜声，检警不排除头颅被剁碎丢弃的可能。打捞工作持续了整整14天后，专案小组宣布暂时停止打捞。警方统计，共捕获76块人体组织或遗骸，但这并不意味着搜索的终结。2月23日，一名钓客在金拱桥附近钓鱼时，意外钓起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竟有疑似人骨的物体，还拌着2块石头。钓客吓得立刻报警，专案小组赶赴现场，将物品送交法医与鉴识中心比对采证。从2月6日到2月23日，这场漫长的打捞最终确认的尸块数量是76块，而这3名受害者的遗骸寻获情况形成了诡异的对比。赵灵富76块中有38块与他的 DNA 吻合，包括左手掌、右手掌、左脚掌、右脚掌、脏器、脸颊、耳朵以及无法确认部位的身体组织。其中最关键的一块证据是他的左脸颊皮肉组织，上面留有锯齿状的工具痕迹，那把凶刀的印记。张姓妇人仅寻获2块，一块头皮组织，一块胸部组织。黄姓大嫂至今没有任何一块遗骸被打捞上岸，除了张介宗家中墙上采集到的血迹，他的遗体仿佛人间蒸发，完全消失在河里。有干员私下说，打捞的那段时间天天做噩梦，梦里全是河水和漂浮的碎片。但再狡猾的凶手也有失算的时候。专案小组在回溯监控时遇到了一个难题，一般监控录像只能保存1个月左右。黄姓大嫂失踪于2024年11月29日，到2月5日张介宗被捕时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监控画面按理说早该被覆盖了，但偏偏有一支监控因为系统故障，画面被意外地保留了下来。那支监控正好拍到了黄姓大嫂最后一次进入张介宗住处的画面，他走进去之后再也没有出来。专案人员事后回想，仍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运气，简直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件事，打捞尸块的过程中，警方迟迟找不到黄姓大嫂的遗骸，她是第1名受害者，失踪时间最长，尸块可能已经被河水冲散。专案小组在前郑河打捞了很长时间，一无所获。有一天，几名干员到5号船渠旁的一座土地公庙上香，默默祈祷能尽快找到证据。几天后，一名海事工程保全人员在岸边发现了一个被牛仔裤包裹的物体，那是一颗人类头颅。送检后确认，正是失踪近3个月的黄姓大嫂。干员们听说对比结果的那一刻，浑身上下起了鸡皮疙瘩。随着调查的推进，警方在张介宗的手机里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几个女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已经被害的黄姓大嫂、张姓妇人、赵灵富。除此之外，还有至少2个其他女性的名字。更恐怖的是，纸上出现了3次同一个数字0207，2月7日。警方是在2月5日将张介宗拘提到案的，也就是说，如果警方晚2天行动，这个0207很可能意味着另一场谋杀。据媒体报道，这张死亡笔记本上的名单据说多达10人，其中一名陈姓妇人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警方紧急寻人后确认她平安无恙。据传，陈姓妇人和张介宗也是牌友。2月6日那天，张介宗曾给他打过电话，约他第2天去家里坐一坐。陈夫人当时答应了，但后来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去成。2月7日晚上，他在新闻上看到了张介宗被捕的消息，吓得瘫坐在了沙发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0207被圈了3遍就是他的死期。高雄市刑事大队后来表示，依生物技证采样结果，仍属于3名被害人的 DNA 反应，并无其他新增的 DNA 性别反应。但那张名单上到底还有多少名字，也许只有张介宗自己知道。
2月5日被捕后，张介宗被羁押在看守所。面对询问，他的表现让所有办案人员感到不寒而栗。他极其冷静，面无表情，矢口否认所有指控。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可能去赌博了，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当警方展示监控画面、血迹证据时，他依然不为所动。他甚至反问警方：我这么多年和人无争，还签了器官捐赠，怎么可能杀人？签了器官捐赠，他在提醒警方，他是个好人，是个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的人。5月28日，检方侦查终结，以3个杀人罪对张介宗提起公诉，抽处3个死刑。8月14日，案件首次开庭。那天，3名死者的家属坐在旁听席上，黄父的儿子眼睛红肿，张父的女儿全程低着头，赵灵父的丈夫老泪横秋。张介宗被带上法庭，表情依旧平静。法官问他是否认罪，他当庭否认所有指控，说一切都是非事实。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法庭内所有人都震惊了：如果法官不相信，就赶快审诉速决，我也不会上诉，死后就把身体捐给医院。没有悔意，没有恐惧，甚至没有多余的情绪。这是一个73岁老人面对3个死刑求刑时的反应。他在挑衅，他在说：你们想怎样都行，我不在乎。案件至今仍在审理中，张介宗被羁押在看守所，等待国民法官的最终判决。但那本死亡笔记本上还有几个谜团没有解开。名单上的第5个人，那个陈姓妇人，究竟和张介宗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能逃过一劫？名单上还有没有其他名字？警方没有公布完整名单，是说还在调查中。高雄连环分尸案最可怕的不是作案手法，而是一个人可以如此轻易的一次又一次的将生命视作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而最让人后怕的是，如果不是赵灵父的家属发现失踪后立刻报警，如果不是监控恰好拍下那12次进出，如果不是那只意外保存画面的监控，那个死亡笔记本上的名单会不会真的被执行完毕？也许真相永远不会完全浮出水面，因为会开口说话的人都已经在那条河里了。感谢收看本期的悬案第一现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